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讲印度神童阿南德2026年最新预言。印度神童阿比吉亚·阿南德是一位出生于2006年的占星师，自2019年起因预测疫情而走红。他的预言主要基于吠陀占星术，常常涉及全球灾难、战争和地缘政治事件。神童阿南德2026年最新预言再掀全球热议，强调明年将出现极端天气、经济与地缘政局变化，甚至 AI 反噬危机。阿南德此番星象分析警示太平洋地震、金价暴升、东亚龙脉苏醒，将是新时代大考验。印度神童过去曾精准预测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花莲地震及缅甸地震。2026年预言是否再度成真，备受关注。印度神童阿南德在最新预言中警示，2026年是文明转折的关键节点，一个充满挑战与变革的时代来临。人和非人并存，随着土星与罗喉的合相形成，世界格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每一个选择都决定着自身命运，人类的命运与宇宙星辰紧密相连，每颗行星的运行都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地母的脉动已失衡，灾难的阀门已经失控，它们曾经被一只大手把握相互冲淡，导致灾难并不严重，但大手已经松开，接下来是这些轮番上演，地壳如绷紧的琴弦，断裂只在瞬息之间。太平洋板块的巨龙超级断层带将彻底苏醒，环太平洋地震带进入活跃周期，巨震级别的灾难出现，两极冰川因苏利耶神之怒火，太阳能量暴增，加速消融，引发水文循环崩溃，干旱与洪涝交替肆虐，血红色天空、巨雹等异象将成为常态。阿南德警示，当5500年的冰封记忆苏醒，海岸线便是人类的第一座墓碑，金星被罗喉吞噬，农作物将遭遇气候与战火双重打击，化肥短缺，物流中断，饥荒人口将骤增。当大片的良田被火焰吞噬，美好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些火焰不是天火，是人火，那将是文明崩塌的第一声警钟。人工智能叛变，机器学会欺骗，当机器学会欺骗，神殿的基柱便已崩裂。这场危机实为摩诃卡拉大进化，是神明对人类的终极考验。两条道路是人类的最终选择：沉沦之路，贪婪之文明瓦解；觉醒之路，人类回归与自然的达摩契约。2026是末法时代的结束，亦是下一个纪元的前奏。这些并非灾厄定数，而是梵天赋予人类的觉醒契机。选择权始终在众生手中，灾难是救赎的梵音，听懂者方见彼岸。阿南德说，我6岁学梵文，11岁起学印度占星以及吠陀哲学经典，主攻的是薄伽梵歌。会学占星是因占星教室刚好在梵文教室隔壁。起初我对占星术其实抱持着怀疑态度，但接触后启发我的眼界，让我用不同视角看待宇宙各种人事物。外界认为我学印度占星是源自于家族传统，其实这是谣传，我父母以及祖父母都不会印度占星。我的父亲是 IT 软体工程师，也是多间 IT 公司管理阶层，母亲则是从事时尚设计产业。若选择特定人生道路，势必要做一些牺牲，例如我无法兼得正规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自由。我自学成长，利用大量时间学习喜欢的科目，也与家人牛群相处，这充满乐趣。尽管牺牲一些正规教育，因兴趣使然也想学习公共行政和法律，此学习经历让我获得其他人无法体验的经历。从2020年开始，人们对占星的看法发生巨大转变，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占星被运用于真实世界和日常生活中。
之前占星更多是口耳相传的神秘学，当然人们确实对占星存在质疑，认为这可能是欺骗或伪科学，但唯有做出精准预测，才能破除这种看法。我认为占星不是一般社会所认定的科学，它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欢迎并乐见人们来辩论，也用证据来挑战它的预测。总而言之，是人们对于占星观念的改变是正向的。阿南德说，我注意到在台湾有些媒体或人们误认我的占星预测是直接从神明或天上获得讯息，然后我只是传达管道。其实我的预测并非如此发生。研究占星不仅需要大量知识，还需要良好直觉。这直觉是天赋，有些人是因为神的恩典而拥有，但是要做出准确预测，不仅要有直觉，还要对历史数据深入研究。印度古圣者是透过深入冥想状态来开悟、下载知识，并留下诸多经典让我们研究，以此能找出事物的规律性。要做出好的预测，需透过占星看出一些规律，并加上个人优秀的直觉、逻辑与天赋。其实科技能多方面帮助占星师，但占星师必须能判断如何善用这些工具。毕竟占星是与直觉、逻辑以及专注的冥想状态密切相关的学问，过度依赖科技可能会削弱这些能力。科技有助快速找出特定时间和地点时行星所在方位，在古代需花费时间靠人工计算，如今有科技辅助。此外，媒体、社群媒体等窗口能向世界传达占星哲学和知识，也能在预测到特定重大事件时事先向人们预告。至于 AI 技术，能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整合大量数据，辅助更精准地预测。因此，我认为一个好的占星师应在正确的时间、地点与场合善用科技，结合传统知识和现代工具，达到最佳效果。阿南德说，吠陀占星是最不迷信，甚至是最接近科学的一门学问。一般人认为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假的，科学通常不承认未知，只信眼见为凭。然吠陀占星承认未知，并探索它。尽管现代科学无法完全解释吠陀占星，但它非常接近科学。吠陀占星基础是研究行星方位，天体方位会影响个人状态或命运。不同于其他依赖直觉的命理学，如术数或塔罗牌，这些方法科学成分较低。依赖直觉解读，吠陀占星有复杂且完备的数学模组，透过运算生成星盘，提供精准数据，这是最科学的命理体系。以下我们进入阿南德的2026年预言。阿南德说，进入2026年，全球能量矩阵，土星与罗喉合相，相指就世代崩坏，新纪元诞生。太平洋板块的巨龙将苏醒，环太平洋地震带进入活跃期，或出现级数极高的地震。太阳活动异常强烈，造成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导致洪水、前汉雨、暴风雨交替。天空或出现血红异象与巨薄天气，象征地球能量失衡。他警告，这些都是地母的怒火与人类贪婪行为所触发的结果。环太平洋地震带是全球最活跃的地震区域，涵盖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纽西兰、智利、秘鲁、墨西哥、美国西海岸等地。这个火环占全球地震的 90% 和火山爆发的 75%。 阿南德的预言并非完全没有科学基础，地震学家确实警告，太平洋板块正处于应力累积阶段，日本南海海沟、美国卡斯卡迪亚断层、智利俯冲带等都存在发生大地震的可能。东亚龙脉苏醒的说法更具玄学色彩。阿南德警告台湾至2026年或面临地震、水患能量释放期，提醒保持心灵平静。考虑到台湾位于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交界，地震活动频繁，
这个警告在地质学上有一定合理性。2024年，花莲7.2级地震已经证明台湾确实处于地震活跃期。若板块应力尚未完全释放，未来2年仍可能发生大地震。太阳活动异常强烈的预言与科学观测部分吻合。太阳目前处于第25个活动周期的上升阶段，预计在2025年到2026年达到极大期。强烈的太阳活动确实会影响地球气候、通讯系统和卫星运作。2极冰川加速融化已是进行中的现实，与太阳活动是否有直接关联尚待科学验证，但气候变迁导致的极端天气确实在增加。新世纪展望，阿南德说2026年是末法时代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前奏。自然失衡，预测太阳极端活动、洪灾、乾旱、冰雹、地震、火山爆发并发，特别警告太平洋火环、带孔线矩阵。AI 反噬危机，警示人工智慧现灵性空洞。若人类过度依赖智能体或反制人类，成新时代最大挑战。全球灾难与地震，他曾预测2025年将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包括太阳风暴、地震和气候异常，如日本富士山爆发引发9.1级地震，这些可能延伸到2026年，作为灾难周期的延续。世界大战风险，在2024年访台时，他警告2028年到2032年是关键时间点，可能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涉及全球冲突。疫情与健康危机，阿南德提到2023年之后是最糟时期，包括新变异株让我们更容易生病。阿南德预言经济巨震，金融市场波动，金价最多暴涨4倍，全球物资短缺与粮荒，农业因战火与气候危机受创，粮荒与物资短缺将加剧。这个预言对投资者而言极具冲击力，因为它涉及具体的投资标的和回报预期。若金价真的暴涨4倍，意味着从当前约2700美元每盎司上涨至10800美元每盎司，这种涨幅在历史上并非不可能。1970年代金价从35美元涨至850美元，涨幅超过24倍。然而，现代金融市场更加成熟和流动性更高，4倍涨幅需要极端的危机作为催化剂，例如全球性战争、货币体系崩溃或超级通膨。粮荒警告更加令人担忧。阿南德指出，农业因战火与气候危机受创，粮荒与物资短缺将加剧。当前全球粮食供应链确实面临多重压力，俄乌战争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出口，极端气候导致主要产粮区减产，化肥价格上涨增加种植成本，以及地缘冲突可能中断贸易通道。若这些因素在2026年集中爆发，粮荒确实可能成为现实。地缘政局动荡方面，印度神童指全球关系恶化，南海冲突升温，欧美政治秩序衰退，印度将成文明避风港，西方秩序将出现混乱。而印度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被描述为文明避风港，成为全球精神复兴的中心。这种预言带有明显的印度中心主义色彩，但也反映了印度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地位上升的趋势。AI 反噬危机与人类灵性觉醒，呼吁印度神童警示人工智慧现灵性空洞。若人类过度依赖智能体或反制人类，成新时代最大挑战。这个预言与当前 AI 发展的伦理争议高度相关。随着 ChatGPT、Grok 等大型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 AI 能力正在接近甚至超越人类在某些领域的表现。AI 安全研究者确实警告，若 AI 系统在缺乏适当控制的情况下达到超级智能水平，可能产生与人类利益不一致的目标。阿南德从灵性角度解读 AI 危机，智能体现灵性空洞，暗示 AI 缺乏人类的道德、同理心和灵性维度。若人类过度依赖这种灵性空洞的智能，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灵性的退化和对机器的依赖。这种观点与许多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担忧不谋而合。
他们警告 AI 可能削弱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人际连接能力。阿南德称，2026年是末法时代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前奏。自然失衡方面，他预测太阳极端活动、洪灾、干旱、冰雹、地震、火山爆发并发，特别警告太平洋火环带恐现巨震。这种多重灾难并发的预言虽然极端，但气候变迁确实在增加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然而，阿南德也提供了乐观的展望：灾劫是灵性觉醒契机，回归自然，修复内心，迎接恒河之灯照耀新纪元。人类觉醒转机在于灾难会迫使人类反思贪婪和物质主义，转向更可持续和灵性的生活方式。这种危机觉醒的叙事在许多宗教和哲学传统中都存在。佛教的末法时代，基督教的末世论都包含类似的救赎逻辑。最后阿南德说，古老经典吠陀经智慧被重新发掘，科技与灵性再次融合，梵天的沙漏已翻转，选择权仍在众生之手。灾难是宇宙的梵音，听懂者方见彼岸，星辰指引方向，但舵盘永属人类。2026年是末法时代的阴影，亦是下一个黄金纪元的前奏。这些并非灾厄定数，而是梵天赋予人类的觉醒契机。